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姚安娜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Hi everyone, I'm Yana. Welcome to my channel.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最基础入门的彩妆保养概念，认识你的肤质跟维持的办法。维持办法这边说的不只是保养品，当然我的频道不局限只有女生才可以看，只要你有任何的皮肤困扰都可以看。假如说现在你已经找到你适合的保养品或者是保养程序，那你就继续做没有关系。如果你现在是新手，或者是你一直有挣扎，一直找不到适合你的保养品或是保养程序，或是还是没有找到你喜欢的产品，或是你可能卡关了，或者是觉得有用对产品，但是好像一直没进展的感觉，那我们就先回到最基本。先去判断你的肤质是什么。最基本的肤质就是干性、混合性跟油性。你洗完脸的时候，1-2个小时之内先不要擦任何东西，可以用手去摸。干性的话，你就是会感到你的脸还是有点紧绷，然后通常你是看不太到毛孔的，然后鼻头你照镜子的时候不会有那种反光感。如果你现在用手这样子摸过你的脸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边有个拉扯感，那你的脸就是干性的。如果你的脸是油性的话呢，那你当然第一你一定会看到鼻头反光，你可能两颊这边摸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滑滑的，但是你手这样拿起来搓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有一股油腻感，而且通常油性的话，你可能不到1个小时就开始出油了，然后你的就是这边也是会出油的。那混合性的话，你就是当然是 T 字部位，然后下巴这边很容易出油。然后我个人是觉得，像是我在欧洲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我是混合偏干，因为我只到这边会出油，就中间这块，然后这边两颊就是我可能有些时候如果保湿没有做好的话，两颊靠近这边反而会脱皮，化妆的时候会觉得脸这边很干。像是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我是混合偏油。怎么判断你是偏干偏油？当然是出油的快速嘛，也有可能是你的范围会比较大，像是我可能到这块也会出油，但是如果我在国外的话，这块就比较不会出油，就是一个范围又从鼻子这边这样子扩大。然后当然这个测试你可以在每季的时候都可以做，或是随着年纪增长也可以做。进阶的话有2个，最主要的是敏感肌跟痘痘肌。敏感肌的话是不管你是干性油性，它跟你的肤质是怎样没有什么关系。混合性的话，你就是会觉得你擦什么东西就很容易刺痛这样子，然后很容易泛红。我会建议你尽量选择成分单纯、单一功效的产品，不要用含有酒精的产品，或者是吃会过敏的食物。那在这边我等一下会继续再讲。也可以使用含有甘油或是神经酰胺的成分。我也有看过皮肤科医生的影片，有说那可能只是暂时性的。当然我觉得也是见仁见智，就是你也是看擦在你脸上有没有改善。那痘痘肌的话呢，因为我从来没有那么夸张过，虽然我现在这边长了一颗痘痘，还有这边也长了一颗痘痘，但是因为我最近重新开始每天都有擦水杨酸，因为我觉得夏天要来了，然后脸真的觉得变比较油，所以我希望就是可以就现在擦，然后慢慢到夏天就会有点改善。那当然你如果有痘痘肌的话，你就可以使用维生素 A 的产品，它的功效不只是抗老而已。它最初一开始的成分是 A 酸嘛， A 酸就是维生素 A 的一种，比较容易造成皮肤敏感跟脱皮的现象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用完就是还要再擦保湿，然后出门的话就是要擦防晒。卸妆的时候，我觉得可以不要用那么刺激或是强烈的产品，像是含有燕麦的卸妆乳，我觉得也蛮适合的，因为燕麦成分是很天然的，
然后也很低刺激性。之后再使用不过度清洁的洗脸产品把卸妆产品洗干净。那卸妆的话，我们下一集会再继续深度探讨。再来就是，如果你擦药的时候，你应该就是要等脸干了之后再擦。当然你会觉得可是脸湿湿的就是比较好吸收啊，但是你脸湿湿的，如果它这种 active 的产品，你会觉得对脸的负担太大，因为它很刺激，你的痘痘肌已经在发炎了，那我们就不要再加重那个情况。在你擦完药或是你的 A 酸之后呢，再擦保湿。使用保湿的产品不会让你的脸更油，而且保湿可以保护你的肌肤抵抗外在的刺激，然后可以预防水分流失。那保湿是什么？我们以后会再讲。还有再来就是针对你的肤质状况，克制对你好的产品。对别人好的不一定对你好，而不是复制贴上别人使用的保养产品或是保养步骤，因为那不一定对你是最有效的。最后再用保湿把水跟有效成分锁住。如果是早上的话，最后再擦防晒，因为防晒不只是抵抗紫外线对你皮肤的破坏，紫外线破坏可能就是会造成你皮肤老化或是产生自由基等等。其他增进肤质的办法，像是吃的话，就是避免油炸类、海鲜、加工食品、蛋奶类、精制糖，像是蛋糕啊、饮料、零食。油类可以替换成橄榄油，吃有维生素 A 的食物，或是吃有 Omega-3 的鱼类，或是吃保健食品也可以啦，但是你也要看那个保健食品是不是那种好吸收的。还有可以避免麸质，像是陈皮医生有在大力宣导戒奶类跟戒麸质，然后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直接去看他的文章。然后还要避免喝酒。如果不是吃的东西的话呢，那就是经常更换枕头套。卸完妆一定要再把残余的卸妆产品清掉，这个就是2度清洁，我们在下一集会继续讲。还有不要用力拉扯肌肤，就有些人会这样很用力这样子拉扯你的这个眼睛，我就觉得好可怕，因为眼睛是你最薄的皮肤，你这边眼周是最容易松弛的地方。还有就是当然你也不要就是一直摸脸，你手上的脏东西很容易卡在你的毛孔里。然后发油不要沾到脸，就是假如说你现在洗完头抹完，你尽量头发都拨在后面，不要这样，因为很容易在这边抹，很容易残留在这，很容易爆痘。你在漱口的时候，牙膏在嘴周的地方也要冲干净，然后避免含有酒精的成分。有其他 YouTuber 有在解密成分，然后他有说，如果酒精是在第5个成分之后，代表它含量是很低，是应该不会造成皮肤的刺激的。但是如果你觉得还是有疑虑的话，那你就尽量避免任何含有酒精成分的产品。那酒精在这边就是 alcohol， 如果是什么 alcohol 那种就不算。还有避免有香精成分的产品。还有再来就是，如果你脸很油的时候，你不要一直很想要用吸油面纸吸油。这些以上是大概我可以想到的。如果我有没想到，你有想到的话，你可以在底下留言帮助大家。那在这边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不要吃海鲜。假如说你现在对海鲜没有过敏，但是你觉得我就喜欢吃海鲜啊，我不觉得它对我身体有造成什么影响，我觉得我也没有无法呼吸、喉咙痒什么的，但是它是可能会让你皮肤不稳定，你的免疫系统在过滤容易过敏的食物的时候，会造成发炎反应，所以你的皮肤当然就是你在发炎的时候，而且有些时候呢，过敏是会突然出现的，你可能就是今天换到了另外一个新环境，有些你觉得你没有的过敏是会突然出现的。再来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脸很油，一直很想吸油，或者是你觉得我好想要清爽感觉，我用含有酒精的喷雾啊、化妆水，你会觉得我这样脸真的比较清爽，酒精啊那些它会跟着你脸上原本的水一起蒸发掉，然后你的脸就会其实是会觉得我现在油不够了，我要赶快制造更多的油，那你的脸其实是会更油。
像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，如果我现在有化妆，我是会拿就是一块棉的布，然后用按的这样子，就是可能会稍微把妆按掉，然后呢再补妆这样子。台湾因为广告刺激跟消费习惯，大家大部分都还是习惯买专柜产品或者是药妆店产品。我发现其实有些网络通路有在卖成分比较单纯的产品，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，没什么效果啊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挑产品呢？现在有其他 YouTuber 跟皮肤科医生有在解密成分，那你们可以去参考他们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你现在记不住那些他们成分、那些专有名词什么的，那你也可以看他们推荐的产品，因为我相信如果那个产品不好，他们应该是不会推荐的。我相信不管是皮肤科医生推荐的，或是专柜的产品，一定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。有些人可能喜欢我一瓶就是要很多功效，我擦一个就好了。或是有些人喜欢它每一罐都是不同功效的，然后再分开来擦。反正我觉得就是你涂在脸上，那个间隔的时间那么短，它其实根本就是和在一起了。所以如果你想要擦好几罐精华，我个人习惯就是依照产品质地来分先后，而不是依照它是什么功能来分先后这样子。最后在这里补充什么是 active ingredients， 它的反应就是有效成分，它就是有点像是有特定功能的成分。这些成分可以帮助大家很在乎的一些问题，像是抗痘啊、抗皱、细纹、疤痕、被太阳破坏的皮肤或是干燥。最常见的成分就是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、玻尿酸、酸类的，还有烟碱胺。那这个我们什么时候用呢？我会在要分门别类的时候会再继续讲。当你擦完这些东西，然后擦上你的保湿，最后再擦上防晒再出门。在这边我想要就是呼吁大家可以做一点环保。当然我知道你保养产品、化妆品你一定要试用了才知道好不好用，你一定就是一定要买嘛。那你会觉得可是我不喜欢，怎么可能把它用完呢？我觉得可以先去拿试用包，或者是我记得以前就药房可以去跟他们要试用包，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。我记得很久以前是可以拿试用包的，或者是现在超多网络拍卖的，你可以去买人家二手不要的，或者是你习惯买新的，不喜欢拿人家二手的，那如果你买新的你不喜欢，那其实你也可以上网把它卖掉，或是拿去送人。如果你是有小孩的话，那种很多社区学校义卖，可以拿去义卖，或是可以捐给弱势团体。我觉得这样就至少环保一点，就是你一个产品是有把它用到完的。因为我相信大家如果不喜欢一个东西，你把它丢掉，你不可能把它拆开，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，然后再把它丢掉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把它用到完。那如果你丢的时候呢，你尽量就把它解体，然后分开回收这样子。我知道我以前没有做这件事情，但是我现在有了。我们做到我们能做的回收这样子。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而且对你有帮助。喜欢的话帮我按赞加订阅，然后希望下次还可以见到你。Ciao。